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梦君，今天来更新一下顶上战争的第2集。时间回到路飞等人从马林凡多正上方坠落的几十分钟之前，路飞一行人在赶往马林凡多的行程中，海浪受到白胡子能力的影响，巨大的浪花从军舰的后方袭来。这种规模的海啸，如果正面击中军舰，必然瞬间将军舰报废掉。慎平急中生智，命令众人立刻收帆，抓紧船体。接着，他熟练地操控船舵，让船顺着海浪的力量乘上浪峰，带着众人避开了海浪打击。就在海浪推动军舰以极快的速度向前突进时，海浪突然冻结，时间仿佛瞬间静止。众人向下面一看，他们正处在马林凡多的正上方，而马林凡多此时已经打响了顶上战争。白胡子海贼团与海军正在激烈厮杀。这时，军舰上的电话筒突然响起，是海军总部向全员通报的作战通知。海军将执行一项秘密作战计划，而在作战计划准备就绪后，海军要提前对艾斯处刑。路飞听到此消息，立刻展开行动，以克洛克达尔、伊万科夫等人一起击打冰层，准备将军舰拉出来，顺着冰冻的海浪滑到马林凡多的战场。结果众人忙中出乱，发力点打在了海浪的颈部，冰层瞬间断裂，整个海浪的头部连同军舰和众人一起坠向马林凡多的湾内广场。好在他们不偏不倚，正好掉在了冰层中间的海水中，没有人被摔死。路飞醒来后，第一时间四下寻找艾斯，他爬上军舰的制高点，四下张望，终于在海军总部正前方的出行台上看到了哥哥的身影。而在艾斯身边的是自己的爷爷卡普以及海军元帅战国。看到艾斯安然无恙，路飞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他憋足了一口气，隔空呼唤艾斯：“艾斯，我来救你了！”海军们一见路飞这一队的阵容，倒吸一口凉气。路飞的身后不仅有几百名越狱犯，还有前王下七武海克洛克达尔、海峡慎平以及志愿军干部伊万科夫。看来又是一场恶战。更有趣的是，海军大将、海军元帅、王下七武海等等在场的有名有望的大人物，多多少少都认识路飞。他是问题不断的新人，经常站在风口浪尖的人物，革命军龙的儿子，曾经打败2名王下七武海的超级新星，悬赏金3亿贝利的草帽路飞。雨帝汉库克看到路飞平安地从推进城里逃了出来，十分高兴，但又特别担心路飞会折在顶上战争，于是当机立断，牺牲自己的立场保护路飞。命运对路飞的眷顾从未停止，顶上战争路飞又将继续扬名。当克洛克达尔看到白胡子的那一刻，冲过去就是一个偷袭，路飞眼疾手快，二档闪现到白胡子身后，将克洛克达尔一脚踢飞。替白胡子挡枪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艾斯喜欢这个大叔。白胡子看到路飞身后的草帽，想到了红发曾经说过，将自己的左手堵在了新时代。想必红发口中的新时代就是眼前这个莽撞小鬼了。他是红发认可的人，同时也是艾斯的弟弟。白胡子对路飞产生了兴趣，到底是什么人值得让红发赌上未来？白胡子将手中的纵云切重重杵在脚边，一声暴喝，气魄逼人。所有人见到白胡子发怒，腿都要下软了。而路飞不卑不亢，不仅冲撞白胡子，还大声向白胡子下了挑战书，要成为海贼王的人是我。白胡子对路飞怒目而视，挥动纵云切霸气四射。最后他爽快一笑，警告路飞拖后腿可不轻饶你。路飞将从军舰上听来的情报告诉给了白胡子，海军接下来要实行某个作战计划，并且对艾斯提前处刑。这对于白胡子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，二人准备联手讨伐海军，将艾斯抢回来。路飞咆哮着跳了出去，冲进海军圈里。随后乔兹带领3番队队员也跟了上来，慎平等人紧随其后。白胡子站在船上纹丝不动，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局势。这时马尔科来到白胡子身边，向白胡子汇报从海军那里偷听到的情报，海军准备对艾斯提前处刑。白胡子听到马尔科的汇报后，更加坚信了自己的推测，战国是以计谋而著称的海军大脑，海军将要提前对艾斯处刑这件事，战国绝对是故意泄露出来，为的就是让白胡子这边急于救援而方寸大乱，进入海军的陷阱。白胡子14番队在最前面冲锋陷阵，海军大将黄元从空中一招闪光踢拦截住了海贼们的去路。接着他把目标转向迎空而来的路飞，路飞也是直肠子，面对黄元的闪光脚不逃不躲，准备冲上去硬刚。一边的伊万科夫在黄元发射闪光之前，用死亡媚眼将路飞击飞，躲开了黄元的一记猛攻。一直躲在后面的巴基吓得都要哭了，但船员们依旧对他寄予厚望，认定巴基一定会摆平海军大将。另一边，伊万科夫遭到了七武海大熊的闪光攻击，好在伊万科夫身手敏捷，几个旋转躲开到了一边。根据伊万科夫的说法，巴索罗米熊曾经是自己最信任的伙伴之一，也是革命军的干部，于情于理也不该对自己下杀手。但此时的这个大熊看上去有点奇怪，似乎已经不记得自己，不断的从嘴里吐出光线来攻击。
伊万科夫掩护路飞先行离开，自己留下来应对大雄。路飞摆脱了大雄和黄猿，奋力奔向出行台。突然从空中飞来2个圆盘，路飞空盘躲开，接着冲过来一个海兵对路飞出拳攻击。路飞躲开后看清了来者，原来是在东海市遇见的敌人赞高和芬布迪。赞高对路飞使用出了自己的拿手招式催眠，只要3秒钟就可以催眠所有看到自己招式的人。结果路飞被远处的爆炸吸引了注意力，赞高和芬布迪被催眠后倒地昏睡。这时另一个棘手的人物登场，海军本部上校黑砍日奈，侃侃果实能力者。日奈看到路飞后立刻放出大招雨牢，他的双手射出2道栅栏挡在路飞前面，只要有人穿过去就会被他的招式捆住。路飞开启2档，日奈立刻收紧牢笼，但路飞的反应力还是快了一步，迅速闪现出去，越过日奈溜走。另一边，白胡子旗下的大沃蜘蛛斯库亚特准备绕过主战场，给海军来个出其不意的打击。结果在僻静处与海军某个神秘的身影相遇，斯库亚特惊讶地瞪圆了眼睛，仿佛听到了某些不可思议的消息。路飞只身一人深入海军腹地，与几名海军将校级人物扭打在一起。守在一边的莫利亚一看到路飞就气得不打一处来，召唤出僵尸士兵袭击路飞。如果能剪掉路飞的影子，驱动小奥兹，那么自己的实力将会大增。顶上战争是莫利亚收集尸体不可多得的机会，在战场上尸体越多，莫利亚可利用的僵尸就越多，实力越强悍。这些僵尸不怕刀枪，没有知觉，而且打也打不死，十分棘手。路飞和僵尸纠缠一起，慎平赶过来支援，利用海水中的盐分破了莫利亚的僵尸军团，掩护路飞继续向前。出行台上的艾斯看到路飞为了自己拼命的厮杀，悲从心起，他大吼着让路飞回去，自己不需要他来救。路飞只说了一句话，让艾斯瞬间哑口无言：我可是你的弟弟。战国故技重施，向全员通报了路飞是革命军龙的儿子，世界最坏的坏蛋，激起海军们的仇恨。海贼们一听路飞居然有这个背景，全都吓了一跳。汉库克脸色一红，即使路飞是大坏蛋的儿子，自己也依然对他倾心。路飞跳起来，使用3档巨人回旋弹，将阻挡自己的巨人海兵一招击倒，瞬间点燃了所有海贼的激情。战国煽动仇恨这一招不仅没有奏效，反而让路飞瞬间聚拢人气，让白胡子对他更信赖。他特意交代马尔科保护路飞，别让他死掉。白胡子的队长们突然被路飞吸引过来，不自觉地掩护路飞向出行台奔去。我是先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